为逼中国屈服，美又出新招，叫嚣停止对华出口奢侈品，国人态度变了，狠狠扇了美一耳光。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担心自己在全球的霸主地位遭到威胁，以及随着美国国内的疫情和经济危机不断加深，在面临外忧内患的背景下，美国像是发了疯一样，开始在全球到处寻找危机转嫁国。而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国也有帮助美国渡过难关的先例，因此美国这次又动了歪心思，企图再次让中国伸出援手，在其危难时刻拉他们一把。然而美国虽然有求人的心，但却没有求人的姿态。明明他们希望中国能出手相助，但是却还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我们对话。在前不久，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访问天津的时候，美国甚至还再次叫嚣要以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进行谈话，结果又被中国上了一课。也是在派出副国务卿访华之后，美国终于意识到中国不会再轻易的相信他们，于是恼羞成怒的美国决定寻找其他的途径来给中国一点颜色瞧瞧。近日，瑞典电信巨头爱立信因为公开诋毁中国华为而遭遇了一些麻烦，而美国也是瞅准时机，打着为瑞典出头的幌子，开始跳出来呼吁西方国家一起对抗中国。据美媒《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从爱立信被制裁来看，如今的中国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忍辱负重了，也不愿意再接受西方国家所制定的规则。如果这个时候西方国家和各大企业还不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的话，那很可能在未来所有的西方公司都将会面临中国的技术压力以及相应制裁。同时，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美媒还想出一个新颖的招数，那就是公开叫嚣西方国家应该通过停止向大陆出售奢侈品，让中国人再也买不到喜欢的包包，以此来惩罚并逼迫中国屈服。美媒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而其中绝大多数的奢侈品都来自于西方国家。美媒认为，一旦西方停止了对华出口奢侈品，那中国人必定是难以接受的，从而他们可以借此来威胁中国，进而逼迫中国屈服。至此，我们不得不说，为了逼中国屈服，美媒也真的是煞费苦心，想出了这么一个新招。不过对此，我国人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纷纷表示绝对赞成和希望美国方面能说到做到等态度。这无疑是狠狠扇了美媒一耳光。其实，叫嚣对华停止出口奢侈品这招，或许也是正中我国下怀，因为西方国家的奢侈品都是暴利，如果停止对华出口，那损失惨重的应该是他们。毕竟有钱不赚，不是蠢就是坏。而且我们也可以趁此机会大力发展国产品牌，所以要不要跟随美国与中国叫板，西方国家真的要好好想想了。90比25，多国施压中国释放加拿大人，美加不要脸面反咬，孟晚舟律师一针见血，中国的反击，英国早已领教。敬请关注本期节目。最近，一个加拿大籍嫌疑人在中国被判刑，此事又掀起了轩然大波。加拿大和美国又开始上演一场劣质的政治秀，他们可以无耻到什么地步呢？在8月10号至11号，中国地方法院分别对加拿大籍被告人谢罗伯格案、斯帕福案公开宣判，谢伦伯格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2审被判死刑，而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斯帕福为今晚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被中国地方法院判刑11年，并要将他驱逐出境。然而加拿大又开始跳脚，加拿大外交部长马克·加尔诺妄称中国判决非人道，并表示强烈谴责，加方将继续与中国交涉，为谢伦伯格提供宽大处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妄加评论，无端指责，作为一国政府却公开为毒贩求情开脱。加拿大政府关心毒贩似乎比关心原住民上心多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甚至直接喊话，立即无条件释放。此外，欧盟也声明表示，呼吁宽大处理，呼吁中国暂停执行死刑。这也是奇也怪哉，为什么西方不关切美国和联军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杀了多少平民，却关心一个罪大恶极的毒贩？是因为被判死刑的是一个白人，还是为了挑战中国的法律？不仅是口头谴责，加拿大还纠集了25个国家的大使举行招待会声援，以为只要你拉帮结派的求关注、共同施压，妄想中国就会开这个恶例。你们应该回忆一下英国的阿克卯案，中国是怎么做的？干涉中国法治，结果只有自取其辱，让西方的假人权、假道德、假法治、假民主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甚至还倒打一耙称，这是公然企图利用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公使尼杰故意将这几起案件和孟晚舟事件联系在一起，反咬中国是为了政治杠杆目的而任意拘留。这句话应该原封不动地送给美国和加拿大。中国公民孟晚舟事件与康明凯、斯帕弗案件性质完全不一样。加拿大充当美国帮凶，在孟晚舟女士未违反任何法律的情况下，已将其拘押近1000天，这才是真正的任意拘押。对此，孟晚舟首席律师理查德·佩克一针见血地表示，美国政府把孟晚舟引渡案当成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要其获得自由，就要交纳赎金，迫使中国屈服，在中美贸易战中让步。而美加的龌龊行为已经让全世界知道美加是如何肆意践踏法律的。从这也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装不下去了。今后很长时间，中国人同昂格鲁萨克逊人的斗争将是愈加激烈。而在之前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90多个国家支持中方立场，反对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国际正义终究是站在我们这一方的。为何说我国对立陶宛出招，美国却看不惯了？中使馆怒批回应，美国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白俄也继续跟牌，怒骂美国丑恶行为。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了解详情。近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美方对立陶宛等欧洲国家与台海地区开展交流合作的行为给予支持，对中方召回驻立大使这样的举动予以强烈的谴责。他认为，任何地区都应该有互相合作交流的权利，中方这样的做法是对立陶宛权利的限制。对此，我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中立如今走到这一地步，责任全在于立方。立陶宛政府公然违背了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在台海地区设立所谓的代表处，这样的行为极为可耻，严重损害了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完全就是对中国的挑衅。中方作为主权国家，完全有权利做出适当的反应来回应。至于美国政客这样的言论，更是可笑至极。我们在用正当的权利来维护我们的主权，美国没有任何资格对此次事件说三道四，更无权对中方的回应指手画脚。我们还是督促美国自己能够遵守国际准则，管好自己的事儿。有相关分析称，美国还真的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我们使用自己的权利对立陶宛的行为做出回应，这与你美国有什么关系？如果美国政客吃着美国的干饭，实在没事儿可做的话，就去研究一下怎么把美国的物价控制一下，想想怎么把美国的疫情病死率控制一下，想想怎么把国内的分裂局势控制一下。不要吃饱了没事干就盯着中国不放，生怕中国放了一个屁都会把你们崩着。对于美国爱管闲事、喜欢搬弄是非、招风惹草的行为，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近日也在一项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在世界各地无法无天、横行霸道，却还反过来说中国以及白俄罗斯什么迫害的行为。我们从未有过美国所谓的迫害行为，这完全就是一种无理由的抹黑。卢卡申科称，作为白俄罗斯的总统，完全有责任保护这个国家，而且也做到了。但是美国的一些强盗行为就极为可耻。白俄罗斯离美国有多远就不用过多解释，所以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关美国什么事儿？的确如此，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非但没有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一个大国的形象，还找各种理由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压制裁，这毫无大国风范可言。我们也警告美国，应该立即停止这样的行为。若非要一直执迷不悟，或许在不久以后，真正被国际社会所孤立的，可能就是美国自己。美海军陆战队将组建 F-35部队，欲深入中国腹地进行打击，一因素注定中国无所畏惧。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环球时报》援引美媒福布斯新闻网的消息称，在不久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将组建一支由 F-35C 隐形战斗机组成的小规模的部队，并准备将其部署到敌方的大后方，比如中国在西太平洋防线的后方。为此，五角大楼还为该计划起了一个称呼，名为5000英里打击任务。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打算中， F-35C 战机将从一片相对安全的空域起飞，每个 F-35C 的内部弹舱里都装有一对 AIM-120 空对空导弹和一对 GSOW 导弹。为了满足5000英里这一打击目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KC-130 或者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每行驶几百英里就要给这些 F-35加油。至于如何让这些加油机在途中工作，在陆地上建立简易基地，成为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选择。为此，美军已经在发展新的概念计划，以便在中国导弹射程内迅速建立小型前哨基地。这种简单的基地也许不能满足飞行中队的长期驻扎，但是足以满足加油机的起飞任务。
在解决了加油机如何起飞问题后，届时 F-35C 将利用中国雷达覆盖的缺口，与空中加油机和检疫基地合作，通过最危险的防空系统。在中国战斗机开火的情况下， F-35C 可以使用 AIM-120 导弹进行反击，最后 F-35C 导弹会发射 GSOW 导弹，然后返航，但这并不意味着退出战场。他们可以在一个岛屿哨所补充燃料，并重新装备武器，然后返回战场。这一计划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仔细想想就不难发现，美海军陆战队现在妄图组建 F-35C 部队，欲深入中国腹地进行打击的行为，就是在病急乱投医。其中最大的现实就是，美国不管在中国周围部署了多少五代机，都注定了他们不敢擅自打开与中国开战的大门。中国不是叙利亚，更不是伊拉克，美国根本不可能想打就打。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世界的工厂，中国全产业链决定了开战中国不缺装备，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决定了不管打多久，中国都进入内循环。但是美国承受得起吗？想继续进行军事讹诈有用吗？抛开所有常规因素不谈，中国还是一个核大国。如果有国家妄想用战争来阻止中国经济发展，阻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中国的核武器一定是底线和保证。所以一场完全不可能会输的战争，中国怎么会感到害怕呢？既然中国明白了这一点，那美军现在所有的军事讹诈都不会起到作用。